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画红线，要求美国一个不要，两个必须，实力决定态度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全少。近日，中国国防部长与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谈中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说出了不惜代价，一定会打到底这样前所未有的硬话。当时因为是军队高层之间的对话，很多人还不以为然，而在场的奥斯汀发现不太对劲，声称中国的态度变得更为咄咄逼人。几天后，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，这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的主线。而杨主任与沙利文的对话涉及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，但中国关注的核心依然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。原因很简单，在中国看来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，处理不好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。随着美国大搞以台制华，台湾地区当局大搞以美谋独，这个风险不仅存在，而且还会不断升高。杨主任提出了一个不要，两个必须，也就是不要有任何误判和幻想，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3个联合公报之规定，必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。也就是说，美方在一个不要，两个必须之外的动作，都是中方不能容忍的。如果我们拉长中美在面对台湾问题的时间线，就能发现一个非同寻常的变化：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容忍度越来越小。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正在变得玩不转了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原本是一种战略威慑，也就是拜登政府想要中国不清楚美军是否会干涉台海事务。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理解的一个中国有完全不同。为了向中国施压，拜登政府还不断地在台湾问题上玩切香肠的战略，而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容忍度越来越小。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切大饼的战略。首先，中国不断地提出不惜一战，与美国在战争意志层面摊牌。中美在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，但是由于中国军力的强大，这样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。现在美国高层已经不再提及亲自下场武力干涉台海，主要的说法是帮助台湾地区当局自卫。这本身就是中美军事实力变化的一个缩影。中国需要的不是美国继续玩战略模糊，而是要清晰地表达美军不可能武力介入台海。这就是美国以后必须要面对的。其次，中方要求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，必须以中美3个联合公报为基础，而不是美国的所谓对台关系法。最近，美国国务院还玩了一把将对台湾关系法放到中美3个联合公报之前的把戏，说白了就是要继续掏空一个中国的内涵。中国的态度很明确，美国再这么继续玩下去，我们就会采取自己的行动来维持一个中国。最后，中方要求美方放弃幻想，意味着中国甚至不再容忍美国打台湾牌的玩法，随时都有可能强烈反击。美国为了遏制中国，打台湾牌就像是吸毒一样，已经上瘾了。中国现在做的就是帮助美国人戒毒，不戒也得戒。总体来看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，双方的态度变化将随着中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。美国仍然想打台湾牌，因为对中国实在是没有什么牌好打。但是现在美国打台湾牌就像在玩火，很可能会引火自焚。决定台湾问题如何处理、何时处理的关系，就是中国的实力。只要我们在绝对力量的建设上让美国人失去底气，台湾问题就会从美国的一张牌变成他的一个包袱。这样的转变其实已经在进行中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